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从来都不是普通邻居。如果你还把尚达曼这次访马当成一场普通的国事访问，那你可能没看见新马关系正在换挡。现在两国谈的已经不只是友好，也不只是彼此需要，而是怎么把边界本身变成可以通勤、可以分工、可以投资的共同经济空间。对我们来说，这不只是一条抽象的外交新闻，它会直接影响工作机会怎么变，企业为什么重新布局，柔佛和新加坡的房价、生活成本会不会继续绑在一起。真正要看的是两国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间点加速靠近，又到底想把什么整合起来。后面我会拆3层，为什么现在推进， JSSEZ 和 RTS 到底在改什么，以及最后谁会受益，谁会承压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邻国，对新加坡来说，问题一直摆在那里，租金高，人手紧，企业想扩张，不可能所有环节都继续塞在岛内。对马来西亚，尤其是柔佛来说，机会也摆得很明白，它离新加坡太近了，近到如果只停在消费、过境和低端配套，那等于把自己的位置白白浪费掉。一个缺空间和弹性，一个缺资本、技术、订单和更像样的就业，这就有了为什么合作会越做越细，而且不是做不做的问题，而是必须做。再往外看，全球环境也变了，企业现在不只看成本，还看供应链能不能别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，政策会不会说变就变，跨境运输会不会突然卡住。近岸、友岸、可预测已经比单纯便宜更值钱。新马特别就特别在两边不是从零开始搭关系，而是本来就缠得很深，双边贸易长期很大，每天跨境流动也非常密集。很多地方想搞跨境整合，第一步是先把信任攒起来。新马不是没有摩擦，但他们早就活在彼此的日常里。也正因为这样，尚达曼这次访马真正重要的地方，不是把关系从冷变热，而是把原本就很深的依存往制度、往长期、往更稳的方向定下来。讲到新马合作，最容易被低估的就是 JSSEZ， 也就是柔新经济特区。企业真正在意的从来不是这些场面话，而是制度上的摩擦到底有没有少一点，货物过关快不快，审批稳不稳，人员能不能高频往返，供应商能不能在两地之间顺畅协作，这些才决定它有没有分量。柔新经济特区的意义不是多了一个园区，说白了是想把新加坡和柔佛重新拼成一条跨境价值链。新加坡保留总部、融资、法务、国际客户网络和高端管理，柔佛承接制造、仓储、测试、部分后台服务，以及那些更吃空间、更吃成本的环节。这个逻辑并不复杂，新加坡太贵，但关键环节又不能放得太远。柔佛有空间，也有成本优势，但如果只是自己单独招商，吸引力还是差一截。两边单看都有限，合在一起，竞争力才出来。对新加坡来说，这不是企业出走，而是企业重新排兵布阵。很多业务不是不能做，而是不适合继续全堆在岛内，尤其是那些需要大面积土地、稳定能源、物流链更长的环节，放在柔佛，进到管理层当天就能来回，协同成本远低于把产能放去更远的地方。反过来看，对马来西亚来说，这也不是单向承接。柔佛真正想要的不只是多几排厂房，而是借新加坡的国际信用、客户网络和资本，把自己接近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。这样长出来的岗位也不只是传统低端制造，而是和跨境订单、技术服务、供应链管理直接挂钩的工作。为什么我说这比一般双边合作更值得盯？因为东南亚也有其他承接新加坡外溢的地方，比如巴旦、民丹，但新马合作有个很难复制的条件，
就是陆路直连，通勤频密，语言和商业协作成本更低，企业更容易把两地当成一个连续运营面，而不是两个完全分开的市场。所以真正的信号不是关系变好了，而是新马开始试着把边界本身变成产业分工的一部分。如果 JSSEZ 走得顺，未来的新加坡和柔佛可能不再只是一个贵一个便宜，而会越来越像一个双城经济体，一边负责全球连接，一边负责规模承接。很多人谈 RTS 只会说以后过关快一点，不用再塞那么久，这个判断没错，但还没讲到点上。 RTS 真正改的不是交通体验本身，而是新马之间的时间成本。时间成本一旦降下来，很多原本算不过来的选择就 suddenly 不对，就会重新成立。先看现实，现在每天跨境流动本来就很大，说明需求不是未来才出现，而是一直都在。问题是，这种流动长期被关卡拥堵，不确定通勤时间和高精神消耗死死压着。你每天多花2小时在路上，不只是累，而是会直接影响工作稳定性、家庭安排和生活质量。RTS 如果稳定运行，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高频跨境从靠个人硬扛变成靠系统支撑。接下来变化会出现在3个层面。第一是招聘半径，新加坡企业，尤其是服务业、物流、运营支持部分技术岗位会更容易接触柔佛人才，柔佛本地企业也可能吸引到原本只看吉隆坡或新加坡的人，因为跨境工作的时间门槛被压低了。第二是居住选择，住柔佛、供新加坡这个模式过去一直有吸引力，只是很多人不敢长期规划，因为通勤不稳定，风险太高。 RTS 会让这种安排更像一种可管理的生活方式，而不是每天赌运气。但这里也要冷静，它不会自动适合所有家庭。孩子教育、医疗安排、税务、工作准证、照护责任，这些都是真门槛。第三是工资和竞争，跨境更顺，确实可能缓解部分行业的人手紧张，也会让企业在用工上更灵活。但反过来说，一些中低技能岗位的竞争也可能变得更直接。对新加坡本地人来说，重点不是简单担心谁来抢工作，而是判断哪些岗位会因为跨境协同而增加，哪些岗位会因为可替代性提高而承压。为什么两国领导层都愿意推这一套？因为这不是单边让利，而是把地理上的近变成生产率。新加坡得到更大的劳动力和空间弹性，柔佛得到更稳定的收入和产业活力。所以 RTS 真正打通的不只是几公里轨道，而是新马之间一整套经济活动的时间门槛。最后回到这次访问本身，尚达曼访马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礼节规格，也不是几句友好表态，而是两国高层正在为一种更稳定、更可预测的相互依存做政治背书。这个差别很关键。关系不错只是一种气氛，合作被制度化才是一种战略能力。为什么这个节点特别重要？因为全球环境对小型开放经济体越来越不轻松，供应链重组还在继续，贸易和技术摩擦时不时升温，企业比过去更在意政治风险和政策可预测性。对新加坡来说，最重要的不是把自己当成一座孤岛，而是确保周边连接稳定、可信、可持续。对马来西亚来说，如果要吸引更多高质量投资，也不能只卖土地和成本，还要证明自己能和新加坡这样的高效率节点形成长期协同。放在这个背景下，尚达曼强调两国命运相连，重点不在修辞，而在于把经济现实抬升成战略语言。也就是说，新马不是只在顺风时合作，而是把合作本身当成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工具。这里可以借2个参照，一个是深港，它说明跨境基础设施一旦成熟，
原本容易被看成竞争关系的两个地方，可以慢慢走成功能分工。另一个是比荷卢，它说明小型经济体如果能在资本、劳动力和制度协调上长期往前推，整体议价能力会比各自单打独斗更强。当然，新马不会照抄任何一个案例，两国有自己的政治边界、社会敏感议题和主权考量，不可能走向没有差别的一体化。更现实的路是功能性整合，先把交通、投资、产业、人才流动做深，把合作固定下来，把摩擦压在可管理范围内。对新加坡观众来说，这一点尤其重要，因为新马关系稳定不只是外交上的加分项，它本身就是新加坡在动荡世界里的增长面、缓冲带和战略纵深。所以这次尚达曼访马最值得记住的不是关系很好这4个字，而是新马合作正在从一次次新闻事件慢慢变成更稳定的区域结构。 JSSEZ 在重写产业分工， RTS 在重写时间成本，高层背书在重写彼此的战略预期。接下来真正决定成色的不是谁说的更漂亮，而是这些安排能不能持续落地，能不能把新加坡和柔佛从相邻推向更稳定的共生。如果你关心新加坡在亚太格局里的位置，这类变化不能只当一般外交新闻看。如果你喜欢这种从新加坡出发，保持中立，但尽量把机制讲透的区域观察，欢迎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也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觉得新马关系最大的变化会先出现在交通、就业，还是产业分工